娘亲的前未婚夫要纳她为妾，可我娘是皇后啊。上元灯夜，娘亲偷偷带我上街看灯，我一连猜中10几盏灯谜，满街喝彩。突然，一男一女拦住了我们，男人盯着我娘，眼眶泛红。明姨，那女人直勾勾地看我，忽然激动地攥住她衣袖。云峥，你看，这眉眼是我们女儿阿元。她扑过来就要抱我。阿元，我是你娘亲啊！我吓得躲到娘亲身后，娘亲的手稳稳护住我，神色静如深潭。男人走过来，满脸愧疚又自负。明姨，这些年苦了你，把我跟清月的女儿养得这么好，我既已回京，必好好补偿你。当年婚约我还记着，只是清月已经是正妻，只能委屈你做妾了。我懵了，我爹是当今天子，我娘是中宫皇后，这个人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娘亲，我扯了扯她的衣袖，娘亲轻轻摸了摸我的头，声音平静无波。这位公子夫人，想必是认错人了。我与二位素不相识，更遑论什么女儿。他想带我走，可那男人却一个跨不过来，拦住了我们。明姨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怨，当年我大婚前只留下封信便离开，是我不对。可你该明白，我与清月是真心相爱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你一向贤惠大度，定能体谅我。那个叫清月的女人终于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，看向娘亲，她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随即又换上楚楚可怜的模样。姐姐，这些年我和云峥在外，无时无刻不在念着你和阿元，如今我们回来了，一家人总算团圆了。他又要来抱我，阿元，让娘亲好好看看你。我躲开他的手，大声说，我不叫阿元，我叫梨儿。那男人笑了，笑容竟有几分慈爱。梨儿，这是你给他取的乳名。他看向娘亲，明姨，你有心了。等回府后，我给他上族谱。我越发糊涂了，我的族谱在皇家祠堂，父皇亲自抱着我拜过的。娘亲再次开口了，声音带了些不耐烦，谢云峥，你认错人了，她不是你的女儿。谢云峥的眉头皱了起来，正要说话，苏清月已经跪了下来，眼泪簌簌而下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爱上云峥，不该怀了他的孩子，更不该在你们大婚前夜与他私奔。可阿元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你不能因为恨我就不让我认自己的女儿。我猛地抬头看娘亲，娘亲的脸色在灯笼暖光下白得近乎透明。谢云峥适时伸手扶起苏清月，看向娘亲的目光里带上了几分不赞同。明姨，清月已经如此低声下气了，往事已矣，我们此次回京便是想弥补，孩子不能没有亲生父母，你也该有个归宿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脱口而出，我娘亲有归宿，我爹爹是梨儿。娘亲忽然开口打断我，低头看我，轻轻摇头，我剩下的话卡在喉咙里，这才想起来，我与娘亲是偷偷出宫，未带宫女侍卫，暴露身份随时会有危险。可是好憋屈啊！谢云峥见娘亲训斥我，脸上竟露出些许满意之色，他自顾自道，看来你还是明事理的，知道此地不是说话之处，我们换个地方好好谈谈，总该让孩子知道谁才是他的生身父母。他说着竟直接伸手想来拉我的胳膊，别碰我！我尖叫着躲到娘亲身后，娘亲抬手用袖子隔开了谢云峥的手，姿态带着宫中多年养成的金贵。谢公子请自重。谢云峥的手僵在半空，脸色沉了下来。苏明仪，我给你脸面，你别不识抬举，当年我能走，今日就能把女儿带走，你拦不住。苏清月也止了泪，眼神在我和娘亲之间逡巡，那里面没了悲伤，只剩下一股让人不舒服的打量和算计。娘亲深吸一口气，挺直了背脊，好，那就换个地方好好谈。娘亲拉着我快步离开人群，走进一旁的巷子。谢云峥和苏清月跟了进来，一前一后堵住了巷口。苏清月先开了口，声音不再哀切，反而带着一种压抑的兴奋，姐姐，这里没外人了，咱们姐妹也好说说话，当年真是多谢你了。娘亲将我往她身后又藏了藏，谢我什么？谢我像个傻子一样把你这个自称被歹人欺辱怀孕的庶妹藏进庄子，好生照料，谢我每日亲手炖了补品送去，怕你孕期不适。苏清月掩嘴笑了笑，那笑声在黑暗中有些刺耳。姐姐记得真清楚。是啊，那些燕窝人参都是顶好的东西，我每次当着云峥的面喝，他总说姐姐你心善，他把心善两个字咬得又重又慢。谢云峥咳嗽一声，有些不自在的别开脸，但很快又转回来，眉头紧锁。明仪，过去的事不必再提，清月当年也是无奈，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有了身孕，若被发现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你帮了她，这份情我记得，所以如今我愿意给你一个名分。什么名分？妾吗？我死死咬着嘴唇，嘴里弥漫开淡淡的铁锈味。娘亲忽然低低笑了起来。谢云峥，你们一个是我指腹为婚的未婚夫，一个是我自幼看顾的庶妹，大婚在即，你们联手送了我一份好大的惊喜。他顿了顿，每一个字都像冰凌砸在地上。你留信出走，说不甘束缚，追求真爱。大婚当日，我只等来你与我庶妹私奔，还留下一个女儿的消息。我堂堂丞相嫡女，一夜之间成了全京城最大的笑话，巷子里一片死寂。我惊呆了，我从未听娘亲说过这些。父皇母后恩爱，
后宫只有娘亲一人，我以为娘亲一直就是这么幸福，原来娘亲曾经被人这样伤害过，在那么多人面前丢尽了脸面，我的心揪成一团，疼得喘不过气，只能伸出小手紧紧抓住娘亲冰凉的手指。谢云峥的脸上掠过一丝尴尬，但很快被恼怒取代。那又如何？难道你要我为了所谓的婚约放弃真心所爱？当今圣上为了皇后娘娘，不顾朝臣死谏也要虚设后宫，我追求真爱又何错之有？苏明仪，我从未爱过你，娶你不过是父母之命，我和清月是两情相悦，至于那些闲言碎语，时过境迁，谁还会记得？娘亲目光扫过苏清月得意的脸，又回到谢云峥身上，眼神空茫。那你们把那个刚出生的孩子丢给我，说我既为未来嫡母，理当抚养，也是因为两情相悦吗？姐姐，苏清月忽然尖声打断，你养了阿元5年，我不信你没有感情，你现在说这些陈年旧事，不就是想霸占我的女儿吗？他猛地指向我，你看她长得这么好，这么机灵，一定是你用了心养的，所以你不想还给我，把我的女儿还给我。他又想冲过来，被谢云峥拦住。谢云峥看着娘亲，语气带着胁迫，明仪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孩子我们必须带走，至于你，跟我回府。清月是正妻，你必须敬她，这是你最好的出路，也是你抚养阿元5年应得的报答。报答？把娘亲伤成这样，让娘亲成为笑柄，丢了孩子给娘亲，一走了之5年不闻不问，现在回来却要娘亲去给他做妾，敬那个害他的女人，这是哪门子的报答？我再也忍不住，从娘亲身后探出头，用尽全身力气大喊，你胡说，我不是你们的阿元，我爹爷是皇上，我娘亲是皇后，你们是坏人，大坏人。再次安静。谢云峥和苏清月愣住了，看着我，像看一个说胡话的孩子。随即苏清月扑哧一声笑了，笑得花枝乱颤，眼泪都出来了，哈哈哈。姐姐，你听听，你给孩子灌输了些什么啊？你怕是得了癔症，病得不轻了。谢云峥也摇了摇头，看娘亲的眼神充满了失望和怜悯。明仪，你竟已疯魔至此了吗？为了留住孩子，编造这样的谎言，你可知冒充皇室是诛九族的大罪？他不再犹豫，大步上前，这次直接伸手想抓住娘亲的手腕。我看你是需要清醒一下，跟我走，别碰我娘亲。我尖叫想推开他，却被他轻易扶倒在地。娘亲变了脸色，立马上前扶起我，检查我有没有受伤。谢云峥没得逞，眼中添了几分羞恼。苏清月见状，不再假哭，凑近娘亲，压低声音，姐姐，你真以为我当年求你收留我的女儿是为了孩子好？娘亲的手攥紧了，我是故意的。苏清月笑得畅快，我和云峥私奔，临走前把孩子扔给你，就是要让你一辈子抬不起头。他上前一步，几乎贴到娘亲脸上，你一个嫡女，给我这个庶女养孩子，想想我就痛快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可娘亲的手紧紧攥着我，不让我动。谢云峥皱起眉头，清月，别说了。随后他叹了口气，看向娘亲，语气里带着责备，明仪，我可以允许你继续养着阿元，但清月是正妻，你进府后该敬茶敬茶，该行礼行礼。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苏清月尖叫一声，抬手就朝我脸上扇来，娘亲一把护住我，啪，那巴掌落在娘亲脸上，脆生生的一声响。我愣住了，娘亲的脸偏向一边，白皙的皮肤上浮起红红的指印，却死死将我搂进怀里。谢云峥皱起眉头，清月，别动手。苏清月却哭了起来，她转身对着逐渐聚集的人群哭喊，声音凄厉，大家评评理，他抢了我女儿，我女儿认他做娘不认我，我打他一巴掌怎么了？人群骚动起来，抢人孩子是不对，这女人看着体面，怎么干这种事？难怪人家要打她，活该。听着那些话，我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喘不过气来。我想喊，我娘亲是皇后，我是公主，你们不许胡说。可他们都不信，我只能抱着娘亲的腿大哭。娘亲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娘亲低头看我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背。谢云峥走过来，这一次他直接伸手要把我从娘亲怀里抱走，他的声音竟带着几分耐心。阿元，跟爹爹回家，你养母她不适合带你，往后爹爹给你买好多好吃的，好不好？他的手抓住我的胳膊，用力往外拽，我死死抱住娘亲的脖子，娘亲也死死抱住我。谢云峥的声音冷了下来，明仪，你放手，阿元是我谢家的骨肉，你凭什么扒着不放？娘亲抬起头看着他，他的眼眶是红的，可一滴泪都没有。谢云峥，你听着，我苏明仪这辈子做过最蠢的事，就是曾经真心实意待你好过。谢云峥愣住了，苏清月在一旁冷笑，姐姐说这些有什么用？阿元今天我们必须带走。他朝我伸出手来，我拼命往后缩，可谢云峥拽着我的胳膊，苏清月拽着我的衣襟，两双手像铁钳一样把我从娘亲怀里往外拖。娘亲，我大喊，娘亲被人推倒在地，我被人拎在半空，两条腿乱蹬，哭的嗓子都哑了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苏清月死死攥着我的衣领，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。阿元别怕，娘带你回家，往后你就是王府的大小姐，比跟着那个弃妇强100倍。我一口咬在她手上，她尖叫着松开手，我摔在地上，膝盖磕得生疼，顾不上疼，爬起来就往娘亲身边跑。娘亲正从地上站起来，发髻散了，衣上也沾了灰，我扑进她怀里，浑身发抖。娘亲抱着我，
轻轻拍我的背。谢云峥走过来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苏明仪，你这是何苦？让孩子跟着你受苦，还不如让他回谢家。娘亲没有理他，他只是抱着我，嘴唇贴在我耳边，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说：离儿别怕，你父皇一定已经发现我们不见了，很快就会来救我们了。我用力点头，把脸埋在他颈窝里。苏清月捂着手走过来，眼睛里全是恨意。这小贱人跟苏明仪一样不识好歹。他朝谢云峥喊：云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孩子抢过来！谢云峥上前，这次直接抓住我的胳膊往外拽，我死死抱住娘亲的脖子，娘亲也死死抱着我。松手！谢云峥低吼。不！娘亲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苏清月也冲上来，掰娘亲的手指，指甲掐进肉里。娘亲的手背上渗出血珠，可她就是不松。来人啊！来人帮帮忙！苏清月忽然对着围观的人群喊：这疯女人抢我女儿，求大家帮我把孩子抢回来！人群骚动起来，有人往前凑了几步。造孽哦，人家亲生母亲找上门了还不还，帮帮忙吧！看那孩子哭得多可怜。几个男人对视一眼，撸起袖子走了过来。娘亲的脸色变了，你们敢？我是……话没说完，一只手已经搭上她的肩膀。这位娘子，人家亲娘要孩子，你就还给人家吧，就是抢孩子还有理了。娘亲拼命躲闪，可她抱着我，根本腾不出手。那些手在她身上拉扯推搡，有人拽她的胳膊，有人扯她的衣裳。放开我娘亲！我尖叫着踢打，可我的力气太小了，娘亲的额头撞在墙上，血顺着脸颊流下来。她的衣裳被扯破，发髻散落，可她的手还死死抱着我。谢云峥趁机用力一拽，娘亲！我被从她怀里扯出来，摔在地上。娘亲疯了一样扑过来，却被那几个男人拦住。他们按着她的肩膀，笑嘻嘻的。哎呦，还挺烈性。别急别急，孩子给人家还能亏待了不成？一只手伸向娘亲的脸，另一只手往她腰间摸去。就在这时，巷口忽然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，铁甲铮明，火光冲天。禁军！是禁军！人群惊呼着四散奔逃。按住娘亲的那些男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脚踹飞出去，惨叫着撞在墙上。明皇的旗帜在灯火中招展，一顶轿碾落下，明皇的身影从轿中走出。苏清月的手僵住了，谢云峥猛地回头，脸色骤变。我看见了那张熟悉的脸。爹爹！爹爹！我哭着喊出声来，那一声爹爹在巷子里回荡。谢云峥的手像是被火烫到一样，猛地松开了我。苏清月还保持着扯我中衣的姿势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脸上的表情从得意变成了惊恐，又变成了不可置信。禁军的脚步声整齐如雷，铁甲在灯火下闪着冷光，人群被迅速驱散，巷口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明皇的轿碾落地，那道我熟悉无比的身影快步走来，是爹爹，是我的父皇。他穿着一身长服，可我从未见过他脸色这样可怕，不是生气的那种可怕，是让人不敢呼吸的那种可怕。爹爹！我光着小小的脊背，朝他伸出双手。父皇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落在我被扯落的外衫，被撕开的中衣上，落在我发抖的小身板上。然后他的目光移向跪在地上，发髻散乱，脸上带着红红掌印的娘亲。那一瞬间，我看见父皇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。他快步上前，解下自己的大氅，先把我严严实实的裹住，然后弯腰把娘亲从地上扶起来。明仪，他的声音很轻，轻得不像他。朕来了。娘亲靠在他怀里，终于落下泪来。那滴泪落在父皇的手背上，我看见父皇的手抖了一下，然后他转过身，看向跪在地上的谢云峥和苏清月。谢云峥已经跪得笔直，脸色惨白如纸。苏清月跪在他身后，浑身抖得像风中的落叶。皇上！谢云峥的声音在发颤。臣参见皇上。父皇没有说话，他只是看着他们，目光平静的可怕。那种平静我在宫里见过，每次有大臣犯了大错，父皇要处置他们之前就是这样平静的。皇上！苏清月忽然抬起头，尖声喊道：民妇有冤！这个女人，她指向娘亲，她抢了民妇的女儿。那个孩子是民妇和云峥的亲生骨肉，她霸占了5年，今日还不肯归还，求皇上为民妇做主啊！他说着竟磕下头去，砰砰作响。我惊呆了，他怎么敢？他怎么还敢？谢云峥也反应过来，跟着磕头。皇上明鉴，臣当年与清月真心相爱，因故离京，将女儿托付给苏氏抚养。如今臣归来，苏氏却不认账，霸占臣女不肯归还，求皇上做主。巷子里一片死寂，禁军们一动不动，像一尊尊石像。父皇忽然笑了，那笑声很低很低，在这死寂的巷子里，却让人后背发凉。谢云峥，他开口，声音不紧不慢，你方才说朕的皇后霸占了你的女儿？谢云峥愣住了，苏清月也愣住了。皇后！谢云峥抬起头，目光落在娘亲身上，瞳孔猛地收缩。她是朕的皇后，中宫之主，6宫唯一的女主人。父皇一字一句地说。而那个孩子，他低头看我，目光变得温柔了一瞬，随即又抬起来，冷得像刀。是朕的嫡公主，朕与皇后的亲生骨肉，朕亲自抱着她上皇家玉蝶，亲自给她取名萧离，意为离光璀璨，天界明珠。她顿了顿，笑意更深，眼底却结了冰。朕倒是想问问谢世子，朕的公主
何时成了你的女儿？谢云峥的脸上血色褪尽，他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苏清月瘫软在地上，嘴里喃喃着：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阿元明明就是我的女儿，她5岁了。他眉眼向云峥，他怎么可能不是？父皇没有理他，只是看向娘亲。娘亲靠在他怀里，声音沙哑：那个孩子送来那天就死了。苏清月猛地抬头：你胡说，你骗人！娘亲没有看他，目光落在虚空中的某处，像是在看很远很远的地方。5年前，你和谢云峥私奔，把一个刚出生的女婴丢给我，那孩子眼歪嘴斜，浑身青紫。大夫说先天不足，活不过3日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的像在讲别人的故事。我让人送去育婴堂，请最好的大夫照料，可第3日还是传来了消息，孩子没了。苏清月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：不可能，你骗我，你骗我，那是我的女儿，她还活着，她一定还活着。她猛地朝我扑来，想抓住我，禁军迅速将她按在地上，她挣扎着，哭喊着：我的女儿，把女儿还给我！谢云峥跪在地上，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，软成一滩烂泥。父皇低头看着他们，目光里没有怜悯，只有厌恶。谢云峥，他缓缓开口：5年前，你与朕的皇后有婚约，大婚前夕，你与庶女私奔，留下一封绝笔信，说你不甘困于婚约，追求真爱。大婚当日，朕的皇后一人面对满堂宾客，面对全京城的嘲笑，成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。她的声音渐渐冷下去：你把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丢给他，说你既为未来嫡母，理当抚养。你可曾想过，她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如何抚养一个孩子？你可曾想过，她承受了多少流言蜚语？谢云峥浑身发抖，说不出话。5年，父皇一字一句：你一去5年，不闻不问，如今归来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当街羞辱朕的皇后，逼迫她给你做妾，抢夺朕的公主。她忽然笑了，笑得让人脊背发寒。谢云峥，你当真以为这天下是你谢家的？你当真以为你可以为所欲为，无人能管？谢云峥终于回过神来，连连磕头：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！臣不知她是皇后，不知那孩子是公主，臣有眼无珠，求皇上开恩。不知。父皇轻声重复：你方才说他抢了你的女儿，你让朕给你做主，如今又说不知。谢云峥的额头磕在地上，鲜血直流。臣知罪，臣知罪。苏清月被按在地上，还在挣扎。女儿，我的女儿，还我女儿！娘亲忽然开口：那个孩子，我让人葬在城外，墓碑上只写了苏氏女3个字。你若想看，明日我可以让人带你去。苏清月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她瞪大眼睛看着娘亲，像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你连坟都给他立了！他的声音抖得厉害。娘亲没有回答。苏清月忽然疯了一样笑起来，哈哈哈！我女儿死了，我女儿早就死了，我还在这儿抢别人的女儿，哈哈哈！她笑得撕心裂肺，笑得眼泪糊了满脸。谢云峥跪在地上，整个人像傻了一样。父皇揽着娘亲，抱着我，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谢云峥嘶哑的声音：明义。娘亲的脚步顿了顿，但没有回头。回宫的马车上，娘亲一直抱着我，不肯松手。父皇坐在一旁，握着他的手，也不说话。我裹着父皇的大氅，窝在娘亲怀里，终于不那么害怕了。娘亲，我小声问，那个坏女人，她真的是你妹妹吗？娘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轻轻点头。那她为什么那么坏？娘亲没有回答。父皇替我回答了，因为有些人天生就坏，离儿以后离他们远一点。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爹爹，我又问，他们会被砍头吗？父皇看了娘亲一眼，说会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小声说，那个坏女人哭得好惨，她的女儿死了，她还不知道。娘亲抱着我的手紧了紧。离儿，她的声音很轻。那个孩子，娘亲没有照顾好她，她来的时候太小了，太弱了，大夫说就不活。娘亲尽力了，可还是没留住。我抬起头看着娘亲的眼睛，娘亲的眼睛红红的，但没有泪。我想了想，伸手摸摸她的脸，娘亲不哭。那个小妹妹，她肯定知道娘亲对她好。娘亲愣了一下，然后把我抱得更紧了。父皇伸手把我们母女俩一起揽进怀里。马车林林向前，穿过寂静的街道，驶向皇城。第2日早朝，父皇下旨：镇南王世子谢云峥5年前谎称出征，时与庶女私奔，虚报战功，欺君罔上，着即打入大牢，3日后问斩。其妻苏氏同罪，发配边疆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消息传到后宫时，娘亲正在给我梳头，她没有说话，只是手上的动作顿了顿，然后继续给我编辫子。娘亲，我忍不住问，那个谢云峥，他以前是你的未婚夫吗？娘亲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，然后他轻轻嗯了一声。那他为什么不要你？娘亲的手停了停，然后继续编辫子。因为他不喜欢娘亲，他喜欢的是别人。那他是个大傻子。我气鼓鼓地说，娘亲这么好，他不要，是他没眼光。娘亲忽然笑了，那是真心的笑，不是之前在巷子里那种冷冰冰的笑。离儿说的对，他是个大傻子。我也笑了，抱住娘亲的脖子。父皇才有眼光。父皇把娘亲娶回来了。娘亲的脸微微红了，轻轻敲了敲我的脑袋，不许胡说。我吐吐舌头。这时外面传来通报声，父皇来了。我蹦蹦跳跳地迎出去，
父皇一把把我抱起来，转了个圈。离儿今天乖不乖？乖。我大声说，我在陪娘亲梳头。父皇抱着我走进来，看见娘亲，目光柔和下来。明姨，谢云峥在牢里求见你，他说有话要对你说。娘亲的手顿了顿，我紧张地看着他。娘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说好，我去见他。娘亲，我急了，你不要去，那个坏人。娘亲摸摸我的头，离儿放心，娘亲去就回。有些话说清楚了，才能彻底放下。天牢里阴冷潮湿，散发着霉烂的气味。娘亲带着我来了，她说有些事情让我看着也好。谢云峥坐在牢房里，穿着一身囚服，头发散乱，满脸胡茬，早已没了那日在街上的意气风发。看见娘亲，他猛地扑到栅栏边。明姨，明姨你来了，你肯来见我，说明你心里还有我，对不对？娘亲站在3步之外，神色平静。谢云峥，我来是有些话想问你。你问。谢云峥连连点头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娘亲顿了顿，问那个孩子，你们给他取名阿元，为什么叫阿元？谢云峥愣住了，他张了张嘴，半晌才说，是清月取的。他说原有香草之意，希望女儿像香草一样美好。娘亲点了点头，原来如此。谢云峥忽然急切地说，明姨，当年的事是我错了，我鬼迷心窍，被清月迷惑，才会做出那种事。可我心里一直都有你。娘亲看着他，目光里没有波澜。谢云峥，你知道吗？当年你刘叔离开，我一个人站在喜堂上，面对满堂宾客，所有人都在笑我。那一刻，我恨你入骨。谢云峥的眼中涌出希望。那你，可后来，娘亲打断他，我不恨了。谢云峥愣住了，因为不值得。娘亲一字一句地说，恨一个人需要力气，而我的力气要留给值得的人。他牵起我的手，离儿，我们走。明姨，谢云峥在身后嘶喊，明姨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我只是被清月迷惑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娘亲没有回头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谢云峥跪在地上，双手抓着栅栏，满脸是泪，狼狈得像一条狗。我问娘亲，她哭了，她是不是真的后悔了？娘亲脚步不停，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她后悔的不是当初负了我，她后悔的是没想到我会有今天。若我还是那个被她抛弃的丞相府嫡女，若我没有入宫为后，她今日见了我，依然会是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。离儿记住。她低头看我，有些人不值得原谅。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走出天牢，阳光刺眼，父皇在等着我们。他走过来，牵起娘亲的手，又抱起我。回宫？他问。娘亲点点头，脸上终于露出了真正的笑容。3日后，谢云峥被押赴刑场。据说临行前，他一直朝皇城的方向磕头，嘴里喊着明姨，明姨，直到刀落下那一刻还在喊。苏清月没有亲眼看见这一幕，他在发配边疆的路上就疯了。押送的官兵说，他一路走一路喊阿元，看见路边的野狗抱起来就喊女儿，看见放牛的孩子也追着喊女儿，疯疯癫癫的，最后掉进河里。等捞上来时，已经没气了。有人把他草草埋在河边，连块墓碑都没有。消息传来时，娘亲正在教我写字，她的手顿了顿，然后继续握着我的手，一笔一画的写。娘亲，我忍不住问，那个坏女人死了，你会难过吗？娘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她是我妹妹，小时候她跟在我身后，叫我姐姐，我会给她糖吃。我愣住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娘亲轻声说，后来她长大了，学会了算计，学会了害人。那个跟在我身后要糖吃的小女孩就死了，死在很久很久以前。她摸摸我的头，离儿，人这一辈子最难的是守住本心。娘亲希望你永远不要变成那样的人。我用力点头，我不会的，我要像娘亲一样好。娘亲笑了，阳光从窗棂洒进来，落在她脸上，温柔的像一幅画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谢云峥和苏清月的事渐渐被人遗忘。我在宫里慢慢长大，父皇母后恩爱如初，后宫依旧只有娘亲一人。朝臣们曾经反对过，说皇上不能无后，说后宫不能只有一人，说这样于理不合。父皇一概不理，他说朕有皇后一人足矣，至于子嗣。他看向我，又看向娘亲微微隆起的肚子，笑了，不是已经有了吗？是的，娘亲又怀孕了。那天我趴在娘亲肚子上，听里面的动静。娘亲，我好奇地问，是弟弟还是妹妹啊？娘亲笑着摸摸我的头，离儿想要弟弟还是妹妹？我想了想，弟弟吧，弟弟可以陪我玩，妹妹也可以，但不能像那个坏女人一样。娘亲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父皇从外面进来，听见这话也笑了。离儿放心，他抱起我，咱们家的孩子都像你娘亲，不会有坏人。我搂着父皇的脖子，看看他，又看看娘亲，心里满满的都是欢喜。几个月后，弟弟出生了，父皇抱着他，眼眶都红了。他说，朕此生有你们母子3人足矣。我踮着脚看襁褓里的小家伙，他好小好软，脸皱成一团，像个小老头。弟弟好丑，我实话实说。娘亲笑了，你刚出生时也这样，我才不信呢。但后来弟弟慢慢长开，变得白白嫩嫩，眼睛又大又圆，可爱极了。我每天带着他玩，教他说话，教他走路，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分给他。有一次
我忽然想起那个早夭的小女孩，如果她还活着，是不是也会有人陪她玩？是不是也会有弟弟妹妹？我问娘亲，娘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说也许吧，但有些事没有如果。她抱起我，看着窗外，梨儿，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，替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好好活着。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然后跑去逗弟弟玩了。窗外阳光正好洒在御花园的花花草草上，暖融融的。远处传来父皇和娘亲的低语声，还有弟弟咯咯的笑声。我想这样就够了，有父皇，有母后，有弟弟，有我们一家4口。那些坏人，那些往事都被远远地抛在身后，再也追不上我们了。时光一晃，便是5年。我已是8岁的嫡公主萧离，弟弟萧瑾也满了3岁，粉雕玉琢，整日跟在我身后喊阿紫。父皇依旧独宠娘亲，后宫空无一人。朝堂之上，关于皇后独宠皇室子嗣单薄的非议从未断过，却都被父皇一句朕有皇后与1双儿女足以堵了回去。娘亲还是那般温婉模样，教我读书写字，陪弟弟玩闹，只是偶尔望着窗外流云，会轻轻蹙眉。我知道他心底还藏着当年谢云峥与苏清月留下的疤，只是被父皇的宠爱与我们的陪伴轻轻盖住了。我以为那些肮脏的人和事，早已随着谢云峥的断头血、苏清月的河底尸彻底埋进了尘土，再也不会惊扰我们的安稳。可我忘了，谢家是100年世家，镇南王府的根基并未因谢云峥之死而断绝。谢云峥的叔父镇南王谢渊，当年因镇守南疆未归，躲过了父皇的清算，只被削了部分兵权，依旧盘踞西南。这5年，他表面俯首称臣，暗中却招兵买马，联络旧部，一双眼睛始终死死盯着京城，盯着我娘亲，还有苏家。娘亲的嫡母早逝，庶出的旁支一直觊觎丞相府的权势。苏清月的堂叔苏明山更是对当年娘亲压的树枝抬不起头耿耿于怀，暗中与谢渊书信往来，蠢蠢欲动。连宫中的太后，父皇的生母，也对娘亲不满已久。她觉得娘亲出身有污，曾被未婚夫抛弃，还养过别人的孩子，不配稳居后位，更恨娘亲独宠，让皇室开了后宫虚设的先例，断了皇室开枝散叶的路。暗流早已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汹涌成潮。这年中秋，御花园摆家宴，娘亲亲手做了月饼，弟弟抓着月饼往嘴里塞，满脸糖霜。父皇笑着擦去他脸上的糖，转头看向娘亲，眼底是化不开的温柔。我咬着桂花月饼，觉得这世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此。可就在这时，太监跌跌撞撞跑进来，脸色惨白。皇上，皇后，不好了！西南急报，镇南王谢渊以清君侧，诛妖后为名，起兵谋反，3万叛军已破3城，直逼京城。哐当！娘亲手中的银勺掉在地上，碎成2半。父皇的笑容瞬间敛去，周身的温度骤降，那双总是看着娘亲的温柔眼眸此刻淬满寒冰。谢渊，好胆子！我抱着弟弟，小手止不住发抖。妖后，他们说娘亲是妖后，叛军未到，流言先席卷了整个京城。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说法，像毒藤一样缠满大街小巷，说皇后苏明仪当年被谢云峥抛弃，心生怨恨，虐杀了谢云峥与苏清月的亲生女儿阿元，手段残忍。说她狐媚惑主，让皇上虚设后宫，独宠一人，是祸国妖妃。说嫡公主萧离根本不是皇上的骨肉，就是当年的阿元，皇后偷龙转凤，欺瞒皇室，罪该万死。甚至说当年谢云峥与苏清月私奔，是皇后设计陷害，为的是攀龙附凤，入宫为后。流言越传越凶，连朝堂上的大臣都开始窃窃私语。苏家树枝的苏明山第一个跳了出来，联合数位老臣跪在金銮殿上，捧着所谓的证据，一张模糊的襁褓画像，一口咬定我就是阿元，要求父皇彻查皇后，废除后位，以谢天下。皇上，皇后出身有污，私藏孽种，欺君罔上，留她在宫中避乱朝纲，请皇上废后，以正皇室清誉。苏明山声嘶力竭，额头磕得鲜血直流。太后也在后宫发难，派人传娘亲去慈宁宫，冷言冷语，明仪，哀家知道你可怜，可皇家颜面容不得你这般糟践，你自行请辞后位，回丞相府静养，哀家还能留你一条性命。娘亲站在慈宁宫的正殿，脊背挺直，没有半分怯懦。她看着太后，声音平静却坚定，母后而臣行得正，做得端。离儿是朕与皇上的嫡公主，亲生骨肉，当年的阿元早已夭折，何来偷龙转凤？谢渊谋反，不过是借儿臣为由谋夺江山，太后怎能信这等谗言？你还敢狡辩？太后拍案而起，当年你养过谢家的孩子，全京城都知道，如今谢渊反了，都说你是妖后，你让皇上如何服众？娘亲不再多言，屈膝行礼，转身离去。回到宫中，她坐在窗前，指尖轻轻抚过我额头的碎发，我看见她眼底的红，却没有掉一滴泪。娘亲，他们都是坏人，胡说八道。我抱住她的胳膊，小声安慰。娘亲摸了摸我的头，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着一丝疲惫。离儿不怕，娘亲在，你父皇也在。可我知道，娘亲心里不好受。那些流言像一把把钝刀，在割他的就上。当年他被谢云峥抛弃，被全京城嘲笑，如今时隔5年，又要被人扣上虐杀孩童、欺君惑主的帽子，连我的身世都要被拿来污蔑。更让我心惊的是，
几天后，宫中竟出现了刺客，目标直指弟弟萧瑾。刺客被禁军拿下，严刑拷打后，招供是谢渊派来的，目的是杀掉嫡子，让皇室无储，动摇朝堂根基。父皇震怒，下令加强攻进，可人心已经乱了。3日后早朝，谢渊的叛军已兵临城下，京城戒严，人心惶惶。金銮殿上，苏明山再次带头发难，这次他竟拿出了一封血书，说是苏清月死前留下的，控诉娘亲当年如何虐待阿元，如何霸占孩子，如何设计陷害谢云峥。皇上，这是苏清月的绝笔血书，字字血泪。皇后虐杀无辜婴孩，心狠手辣，不配为后。若皇上不废后，天下百姓都会认为皇上偏袒妖后，民心尽失啊！宗室王爷们也纷纷附和，他们本就不满父皇独宠皇后，如今借着谋反的由头逼宫废后，甚至想拥立旁支的皇子为储。皇上当务之急是安抚民心，平息叛乱，废黜妖后是唯一的办法。皇后有诬皇室清誉，留之不详，请皇上三思。朝堂之上骂声一片，唯有丞相府的官员与父皇的心腹大臣力保皇后，却势单力薄。父皇坐在龙椅上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他看着下方跪了一片的大臣，缓缓开口：朕的皇后贤良淑德，从未有过半分过失，当年之事朕一清二楚，阿元夭折是先天不足，与皇后无关。离儿是朕的嫡公主，朕亲自录入玉牒，谁敢再污蔑皇后与公主，杀无赦。可谢渊谋反，就是以诛妖后为名。苏明山嘶吼：皇上若不废后，叛军定会破城，百姓遭殃。叛军？父皇冷笑：朕亲自领兵平叛谢渊，至于你们……他目光扫过宗室与苏明山，再敢妖言惑众，勾结叛军，朕定诛9族。就在这时，宫外传来急报，谢渊派使者入城，带来一句话：若皇上不交出皇后，3日之后破城屠尽京城百姓。此言一出，满朝哗然，太后更是直接赶到金銮殿，哭着拉着父皇的衣袖：皇儿，为了天下百姓，为了大萧江山，你就放弃名义吧。她一个女人换全城百姓的性命，值得。父皇一把推开太后，声音掷地有声：朕的皇后是朕要用性命护着的人，天下百姓朕会护，朕的妻儿朕更会护，谁也别想动她一根手指头。可就在父皇话音刚落，太监幼爹跑进来，带着哭腔：皇上，不好了，嫡公主被叛军的人掳走了。什么？父皇猛地起身，龙椅被带得轰然作响，娘亲脸色瞬间惨白，踉跄一步，扶住柱子才站稳，声音发颤：梨儿，我的梨儿，我被掳走时正在御花园追蝴蝶，一群蒙面人突然冲出来，捂住我的嘴，将我塞进马车，一路冲出皇宫。等我反应过来，已经被带到了城外叛军的大营，绑在一根柱子上。为首的人是谢渊的亲信，他看着我，阴恻恻的笑：公主殿下，委屈你了，只要你娘亲肯来换你，或者皇上肯废后，你就能活着回去。我咬着牙瞪着他：我娘亲是皇后，我父皇是皇上，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。那人冷笑一声，甩了我一耳光：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等着吧，你娘亲若不来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脸颊火辣辣的疼，我却没哭。我想起娘亲说过，公主不能哭，要勇敢。我要等父皇和娘亲来救我。皇宫，坤宁宫，娘亲得知我被掳走，几乎崩溃。她看着父皇，眼泪终于落了下来：撤，让我去。谢渊要的是我去换梨儿回来。不行，父皇断然拒绝。谢渊心狠手辣：你去了就是羊入虎口，朕会领兵救梨儿，绝不会让你涉险。可是还有3日，3日之后他就要屠城。娘亲抓住父皇的手：我是皇后，我去了，他至少不会立刻伤我。梨儿还小，我不能让他有事。撤，求你让我去。朕不准。父皇红了眼：朕失去谁都不能失去你。那梨儿呢？娘亲看着她，她是我们的女儿，我是她的娘亲，我必须去。谢渊的目标是我，只要我去，梨儿就能安全，京城百姓也能安全。撤，相信我，我会活着回来，回到你和姐儿身边。弟弟萧瑾被哭声惊醒，抱着娘亲的腿，哭着喊娘亲不要走。娘亲蹲下来，抱住弟弟，亲了亲他的额头：锦儿乖，在家等娘亲，娘亲很快就回来。他又看向父皇，一字一句：若我回不来，你要好好照顾梨儿和锦儿，告诉他们娘亲爱他们。父皇看着娘亲决绝的眼神，知道他心意已决，他紧紧抱住娘亲，声音哽咽：朕等你回来，无论如何朕都会救你。当天下午，娘亲一身素衣，没有带任何侍卫，独自走出皇宫，走向叛军大营。我被绑在柱子上，看见娘亲的身影出现在大营门口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娘亲看见我，快步跑过来，想要解开我身上的绳子，却被谢渊的亲信拦住。皇后娘娘，既然来了，就乖乖听话。那人冷笑：先把后印交出来，再写一道废后诏书，承认自己是妖后，虐杀阿元，欺瞒皇上，我就放公主。娘亲站在我面前，将我护在身后，目光冰冷地看着那人。谢渊呢？让他出来见我。谢渊从大营深处走出来，他年近50，面容阴鸷，看着娘亲，眼神里充满了怨毒。苏明仪，5年了，你终于肯出来了。我侄儿谢云峥就是因你而死，
我谢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谢云峥咎由自取，与我无关。娘亲声音平静，谢渊，你起兵谋反，污蔑我，掳走我的女儿，无非是想谋夺皇位，放了梨儿，我留下，任由你处置。好，谢渊笑了，果然是慈母。不过我要的不只是你，我要你当众承认，你虐杀阿元，偷龙转凤，让萧离冒充嫡公主，还要你下旨让萧彻废后，退位让贤。你做梦！娘亲眼神坚定，我从未做过这些事，绝不会认下莫须有的罪名。不认！谢渊脸色一沉，挥手示意手下给我打，打到他认为止。一根木棍朝娘亲挥来，我尖叫着扑过去，挡在娘亲身前，不许打我娘亲。木棍落在我背上，疼得我眼前发黑。娘亲抱住我，眼泪掉在我脸上。离儿，别怕，娘亲在。她抬头看向谢渊，声音带着一丝狠厉。谢渊，你敢动我的女儿，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。当年阿元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心里清楚。谢渊的脸色瞬间变了，娘亲的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尘封5年的秘密。谢渊的慌乱被娘亲看在眼里，她抱着我，缓缓开口，声音传遍整个大营。当年阿元夭折，根本不是先天不足，是你谢渊暗中派人给阿元下了慢性毒药，让他先天孱弱，活不过3日。你胡说！谢渊嘶吼，那是他自己体弱，与我无关。无关！娘亲冷笑，当年我请了3位太医照料阿元，他们都发现阿元体内有微量的鹤顶红，只是剂量极小，不易察觉。你怕阿元活着会成为谢云峥的软肋，也怕我借着抚养阿元拉拢谢家，所以你要他死。还有谢云峥与苏清月私奔，根本不是什么两情相悦，是你一手策划。娘亲的话让大营里的叛军都愣住了。你为了扳倒苏家，毁掉我这个丞相嫡女，让苏家树枝上位，便蛊惑谢云峥，说我苏家势大，会压制谢家，又挑唆苏清月，让他嫉妒我，怂恿他们私奔。你还让他们把阿元丢给我，让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养着别人的孩子，受尽流言蜚语，身败名裂。谢云峥傻，被你当枪使；苏清月蠢，被你利用，最后落得封死的下场。而你坐收渔利，蛰伏5年，如今借着为谢云峥报仇的名义起兵谋反，谋夺江山。你说我是妖后，真正祸国殃民的是你谢渊。娘亲的话字字诛心。谢渊脸色惨白，气急败坏，住口，给我把他抓起来。可这时大营里的叛军开始骚动，很多士兵都是被谢渊逼迫参军，根本不知道真相。如今听了娘亲的话，再想起谢渊这些年的狠辣，心中早已动摇。还有谢云峥的旧部，当年跟着谢云峥，以为他是追求真爱，如今知道自己被谢渊利用，更是怒不可遏。原来王爷是利用世子，我们被骗了，这不是清君侧，是谋反。娘亲看着骚动的叛军，继续开口：谢渊谋逆，罪该万死。你们都是被胁迫的百姓，只要放下兵器，归顺朝廷，皇上会既往不咎。若继续跟着谢渊，破城之日便是诛9族之时。军心瞬间散了。谢渊见大势已去，拔出佩剑朝娘亲刺来。我杀了你！我尖叫着推开娘亲，佩剑擦着我的肩膀划过，鲜血瞬间渗了出来。离儿！娘亲红了眼，扑过来护住我。就在这时，大营外传来震天的喊杀声，铁甲争鸣，明皇的旗帜迎风招展。皇上驾到！父皇带着禁军冲破了叛军大营，杀了进来。父皇一身银甲，手持长剑，目光扫过大营，最终落在娘亲与我身上，眼神里的焦急与心疼再也藏不住。民仪，离儿！他快步冲过来，将我们母女护在身后，长剑直指谢渊。谢渊谋逆篡位，污蔑皇后，掳走公主，罪无可赦。今日朕定将你碎尸万段。谢渊见父皇领兵杀到，叛军倒戈，知道自己无路可逃，却还想负隅顽抗。萧彻，我与你拼了！两人缠斗在一起，父皇武功高强，不过数回合便一剑刺穿谢渊的肩膀，将他踹倒在地。禁军一拥而上，将谢渊死死按住，锁链缠身。苏明山等苏家树枝的人早已吓得瘫软在地，被禁军一一拿下。大营里的叛军纷纷放下兵器，跪地投降。父皇蹲下来，轻轻抚摸我肩膀的伤口，又看向娘亲，见他只是受了些皮外伤，才松了口气。对不起，父皇来晚了。娘亲摇摇头，抱住父皇，你来了就好。弟弟萧瑾被父皇抱在怀里，看见我受伤，哭着给我吹伤口。阿紫不疼，锦儿吹吹。我看着父皇、娘亲、弟弟，眼泪掉了下来，却是幸福的泪。我们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。父皇下令将谢渊、苏明山等逆党押回京城，严加审讯。叛军被收编，京城之围瞬间解除。那些流传在大街小巷的流言，随着真相大白，不攻自破。百姓们得知皇后被污蔑，公主被掳走，纷纷骂谢渊狼子野心，夸皇后贤良。皇上申请。金銮殿上，父皇亲自审理逆案。镇南王谢渊谋逆篡位，污蔑皇后，掳掠公主，罪大恶极，凌迟处死。谢家满门抄斩，削除族谱。苏家树枝苏明山勾结叛党，妖言惑众，污蔑皇室，腰斩于市。苏家树枝全部流放，永不回京。参与逼宫的宗室王爷削去爵位，软禁封地。太后偏听偏信，协助逆党逼宫，移居慈云寺，静心礼佛，无诏不得出宫。至此，
所有的反派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朝堂肃清，民心安定，大萧江山，重归安稳，风波平息，皇宫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娘亲肩膀的伤好了，我背上的伤口也结了痂。父皇更加宠爱娘亲，下旨昭告天下，皇后苏明仪贤良淑德，母仪天下，此生永不废后，后宫依旧为皇后一人。嫡公主萧礼是朕与皇后的嫡女，金枝玉叶，谁敢再污蔑公主身世，斩立决。嫡子萧瑾立为皇太子，国之储君，圣旨一下，朝堂再无半分非议，娘亲再也不用被过往的伤痛困扰。她看着我和弟弟，看着父皇，脸上的笑容是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明媚。中秋过后，天气转凉，御花园的菊花盛开，娘亲带着我和弟弟在花园里赏花。父皇处理完朝政，快步走过来，从身后抱住娘亲，下巴抵在她的发顶。在想什么？父皇轻声问。娘亲笑了笑，在想，幸好有你，有梨儿，有景儿，所有的黑暗都过去了。我拉着弟弟的手，跑到父皇娘亲面前，仰起头。父皇娘亲，以后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，再也不要分开。父皇抱起我，娘亲抱起弟弟，一家4口站在菊花丛中，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暖融融的。我想起当年上元灯夜，娘亲偷偷带我出宫，被谢云峥和苏清月欺负的日子，想起这5年暗流涌动，流言蜚语，叛军压境的日子。再看看现在，父皇护着娘亲，娘亲护着我和弟弟，我们一家人紧紧相依。那些伤害过娘亲的人，那些想要拆散我们的人，都已经化为尘土。娘亲曾经说过，恨一个人需要力气，他的力气要留给值得的人。现在他所有的力气都用来爱我们，爱这个家。弟弟抓着一朵小菊花递给娘亲，娘亲花花。娘亲接过菊花，笑着亲了亲弟弟的额头。父皇看着我们，眼底满是温柔。朕此生有皇后一人，有梨儿和景儿，足矣。风轻轻吹过，菊花飘香，暖阳正好，过往的伤痛都被暖阳融化，再也追不上我们。往后余生，岁岁年年，我们一家4口平安喜乐，岁岁长安。这世间最好的幸福不过如此。